欢迎来到我的家。还有让我吐槽一下我老婆，我老婆没有什么好吐槽的，她是一个很贤惠的妻子，她没怎么买包啊，什么 LV 啊什么的，但是她喜欢的什么呢？她喜欢买 LC 啊什么的那些锅。你看一下啊，她有一个就是管理房子的哲学，就是在家里呢。一进门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要看得见，你才觉得我想回家。OK， 所以你看这里是不是很干净？好干净，好干净。然后打开你看一下啊，他不喜欢买包，但是他最喜欢是什么呢？买锅。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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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锅。还有，你别以为这样就没有了。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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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锅啊，这个不是锅啊。以为这样就没有了吗？不止，跟我来吧，跟我来。锅，哪？藏到这么底下还有深的地方，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个陪葬品。你们不是假哦。他买回来以后呢，他发现呢，就是这个锅呢比汤更重，他拿起来都好难，所以结果呢，他就没有用。嗨，好久不见哦。那个锅真的很重，最近怎么样？要做给40个人吃之类的。对。干嘛呢？浓缩就是精华，对不对？请看一下我们这个衣帽间吧，这边我的 ，OK， 这里就是他的，也不算很过分吧？不算过分。衣服是他的，镜子是他的。这个有密码锁的保险柜也是他的，就是告诉我这里都是他的私房钱了，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拿得到，为什么呢？我是没有密码的。还有什么呢？它上面有一个指纹锁，也没有我的指纹的。有一天他手指脱皮了，他的指纹开不了这个，他也忘了密码，他又脱皮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换了一个新锁了，整个门爆开了。但是换了一个新锁，还是没有我的密码，还有指纹，你看，开不了的，我开不了的，我开不了的。私房钱。我老婆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，你看，都是这些。消毒的东西，然后排的都蛮不错，但是下面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哇，他的童年回忆啊！你看，小时候有玩过这个吧？你有玩过的话，大概你也年纪不小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呢，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去旅行的时候，在一个二手货的店，然后呢就有人卖这些嘛，然后香港人都好难找嘛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这个我童年回忆哦，我拿回家之后我可以玩哦，也可以经常去玩啊什么的。然后买回来之后，没有一天玩过，应该有人想玩吧，挺好玩的。这个就是我跟亚楠的婚照，这个照片也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有意思，把我们两个的关系、这好厉害啊！感觉啊、爱情啊、人生啊，所有事情就放在这个照片里面。这个照片是我最喜欢的，但是在这个家里呢，有很多照片我都不喜欢。哇，太浪漫了！这个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照片呢，把我拍得那么帅，把它拍得那么美，然后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。但是，请看一下，这个浪漫的照片是随便放地下的，
啊，OK， 还有你看一下这个照片的相框已经锈了，发毛了，就15年到现在，他都没找到地方放这个照片。然后他一直说，我每天睡之前也要看一下哦，这个照片不能换，好有纪念价值哦。但是有纪念价值也可以干净一点吧，也可以没有细菌吧，也可以不用发毛吧，对不对？你想再换一个之前，麻烦你找到一个地方把它放好 ，OK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楠，欢迎来到我的家。这是我老公的鞋柜。其实身为一个男人呢，鞋子还算挺多的，但是呢，他穿的最多的是哪双鞋呢？最史上最破烂的拖鞋。身为一个男艺人，而且呢是各种不同的活动啊、庆功宴啊，就是出镜率还是蛮高的。然后他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，穿了好几年了，感觉鞋底已经磨成这样了，好像很可怜的样子。然后冬天就是基本上穿这么一双，他非常喜欢这双啊，然后上面那些鞋子呢，你看上去蛮新的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够不着。OK。欢迎来到呢我非常美的玻璃柜，你看是不是很高贵啊？有各种的酒杯啊什么的。但是你们看在这里，有很多有的没的，就是谁的呢？当然是我老公呢，在百老汇买回来的一些杯子啊，根本跟我的玻璃柜不搭嘛。在我那么美的一个玻璃柜里面呢，竟然可以看到祖蓝粉丝送给他的福禄寿。那虽然呢是非常有纪念价值，因为他拍了很多福禄寿系列的节目，但是应该摆在一个更好的柜子里嘛，不应该放在这里。最奇怪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指挥棒。为什么有个指挥棒？在这个玻璃柜里面呢？虽然是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 musical Dance Visit， 但是你为什么会放在我的玻璃柜里面？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品味的人，里面呢就只能放一些酒杯啊 ，you know， 就是高贵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东西 is out，OK？No。他真的很在乎这个玻璃柜。Yep。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厨房。然后呢，来到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，经常买一些有的没的厨具啦。但是我觉得最没有用的就是这个蛋糕刀，而且这个形状呢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什么方形啊，或者是椭圆形啊，或者是三角形啊，或者是有一个公仔的形状呢，就觉得你不可以切得就是很均匀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刀呢还是没有什么用的。但是我听说好像又出了一个新款的蛋糕刀，我把这个扔的话，他会再买一款新的，那我就惨了。好，我们来到这里了，就是我们的环保大使王祖蓝先生，他非常热爱环保，所以呢就买了很多厨余机，这已经是他第3部厨余机了，因为之前2部呢都不好用，而且坏掉。那这部厨余机呢，我觉得样子还蛮好看的，就让他留下了。没有想到一拆开也是坏的。然后我觉得王祖蓝先生在环保的路上太坎坷了，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不要再买厨余机了，换个路线吧 ，OK？ 接下来这一步呢，是祖蓝应该会恨死我的，如果我把它捐出去的话，因为他非常的有童真，他很喜欢在家里开 party， 而且呢，请大家吃雪糕，这是他买的第2部雪糕机。第1部呢是超大型的，就是有3个这个口的。那给我吐槽之后呢，他就买了部小一点的，但我觉得还是很占位置啊！你看我厨房啊，多么的有品味，多么的美，然后就突然之间有一部那么大的雪糕机。
所以我还是要把这部雪糕机带到现场。I'm so sorry。啊？哦。祖蓝家里面这些神秘的物品呢，祖蓝都会很耐心的让他太太知道特别之处。那我现在也要让你知道一样东西的特别之处，就是我手上所拿的最亲爱的伏尔加所推出的灯泡膜。灯泡膜能够让暗沉皮肤变得亮白。伏尔加希望每个人都像小灯泡一样亮白通透的去面对整个花花世界。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呢，不止你的皮肤，连你的人生也跟着闪闪发光了呢。所以大家快来试一试吧。我觉得整个影片当中，亚楠都处于濒临崩溃边缘。太多了。我可以体会你那个高雅的那个玻璃柜里面放那些。你非常坚持那个玻璃柜里面的东西。对啊，因为就是也花了不少的钱布置整个屋子，然后玻璃柜也蛮贵的，然后就希望里面的东西都是比较贵一点的，所以里面的杯子都是还不错的杯子，就是有很多都人家送的，都是蛮好看的。那也不贵啊，人家送的。可是至少是配合那个品味的啊，配合那个气质 ，you know。然后就突然之间有这种杯子啊，这种什么棒啊，指挥棒啊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另外找一个柜子放你那些东西？没有柜子了。而且福禄寿放那儿真的很不搭哎。他想扔的，但是我说就人家一个心意，我就不要这样吧。是，我觉得还是不完全不搭吧。你们觉得搭不搭？No。那个百老汇的杯子也是杯子啊。不同风格。哎呦。对啊，就是等于说 fashion，you know。我不 know。你是要讲说百老汇对他来说很重要？对啊，百老汇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我学这个的嘛。然后你是学百老汇的？学音乐剧的嘛。然后我是超喜欢，就是去百老汇看音乐剧。然后其实我已经没有其他特别大的娱乐，我就好喜欢一个就是音乐剧，一个就是京剧。这两个就是我自己心里面就是心情会好的，我看完之后，所以我不会买很贵的东西，但是看到这个啊，我就想到那部戏，我就很开心那种。哦。然后你们是不是有说你们 baby 是在看音乐剧的时候怀上的吗？对，还有他出生的那段时间也是我在演音乐剧的时候。他是 Broadway baby， 对。他是一个 Broadway baby， 对。他们俩刚刚一起做了一个动作，我实在也觉得蛮毛骨悚然的。Broadway baby，Broadway baby，Broadway baby。我觉得如果不是演艺界的同事的话，来我们家做客，然后很想揍他们。晚餐期间他们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一关他们，我就大骂，大翻白眼。我跟大 S 一定会大讲特讲他们的坏话。哎，我们来了。我们来你们家了 ，Broadway baby， 他们竟然还叫 Broadway baby。小朋友出现以后，你有感觉到自己成为一个爸爸这件事情跟之前的人生非常不一样吗？也没有说非常不一样，就反而是很多小事情上面就感觉到了。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来节目来拍节目了，然后我也会在节目后面化妆啊什么的，就肯定会打电话给爸爸妈妈问问他们是那个 baby 现在怎样啊之类的。你已经多久没有用手机帮你老婆拍照了？我之前也不拍啊。他从来没有拍过，不爱拍你老婆的。我不爱。他不喜欢拍照。可是你太太有很多漂亮的照片放在网络上，她自拍，然后就逼她，我们一起来吧。对，可是你却愿意用手机拍你的 baby。有一些他的第一次，或者是他有时候他不在，比如说他去工作，我就拍 baby 给他看。或者是多拍 baby 给岳父岳母看，所以也不是那种猛拍的那种。不是功能性的都是，功能性的。可是打电话回家去，以前会先问太太怎么样，现在会先问 baby 怎么样。对，以前就是他会赶凌晨的第一班航班飞回来，就是跟我睡一会儿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又飞去哪里工作了，就是好 sweet 的。现在就是赶着回家要见宝宝，他会不会就是跑去跟宝宝睡，然后不跟你睡？他就是跑去拍宝宝，看到他睡觉的样子，然后很 sweet 的样子，之后就跑去客房睡了。还是去客房啊？
所以你现在世界的第1名就是宝宝，第2名是客房。哎，亚楠没有经历过生完小孩以后心情不好的阶段吗？哦，其实呢，生完小孩就是一直那个荷尔蒙会有点起伏嘛，是很正常的。所以我也身边有很多妈妈朋友啦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，就是希望我的爸爸妈妈啦，还有那个月嫂啊，还有我呢，就尽量不要一起，在我刚刚生完孩子那个心情有波动的时候在一起。因为听好多朋友说，因为身边的好多人生了嘛，好多人都说月嫂跟爸爸妈妈是会有冲突的，所以我们尽量避免。但是看见爸爸妈妈眼神看着宝宝，很不舍得，就是那种不舍得想离开，对，很不舍得离开。那你看上去他就是很温柔，就什么都无所谓。但是他这一点我是蛮佩服他的，他就很坚持说这个决定我一定要坚持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是真的好，所以稍微要安排一下咯。就比如说，他生之前几个月就让爸爸妈妈来，然后生了之后呢，1个礼拜不够，就让他们，比如说你们回去北美休息吧。如果月嫂只来3个月，那月嫂走了，那他又没有人在他身边，那不如你带月嫂走了之后你再过来，那他就长时间都有人去照顾这样子。所以都分配好了。对，听起来王祖蓝自己都不在啊。为什么分配中间没有你啊？因为刚好他生之前，我就是刚刚庆功宴那个舞台剧。哦，他还为了，你知道，太太还为了先生要再提早剖腹哎，什么意思？对，就是在演舞台剧的那个时候，就是我的预产期，就是他可能在台上面唱歌的时候，你老婆生了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会唱快一点，所以我就说还是让我老公安心的唱好他的舞台剧，然后就提早剖腹产吧。其实我如果真的退的话是可以退的。所以我就问他，你真的确定吗？那结果他就说 OK， 然后我们就定了一个时间，在我现场演出之前，我们就把他生了。他为你做了那么大的牺牲，然后坐月子的时候，你竟然不去看他？我不是看他呀，我的肺啊！就是那一天没有看我。baby 诞生的时候，你在产房里吗？在。你有握住他的手吗？因为不敢。没有，我就说握住太太的手。他呀。对啊，哇，可恐怖了那天。他第一天对，因为我是很怕看血的，他会晕倒。然后医生说准备好了，然后我就随便冲，我说快点，就不小心冲到他要开刀那边，我本来是想冲到头的那边，然后就吓死了，不行，那个气氛是很好的，然后他就播着那个。张学友的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，每过一天，然后我就握着他的手，就是这样子。是直到听到婴儿的哭声那一刹那，对，然后有立刻拿到你旁边，婴儿拿到他旁边，但是我都不敢碰，都是他。太软了。对，好像太脆弱。太脆弱，而且那个时候他在做舞台剧，因为他很 emotional， 就是可能第一次做爸爸，他会抱着的时候会哭。但是一哭呢，就对那个声音不好了，对嗓子不好，嗓子不好，我怕我就不能唱了。对，然后为什么会有张学友的歌呢？那个医生就放一些想要让产妇比较轻松啊，就是 relax， 对，轻松。但好奇怪，但是又听到剪刀的声音，那剪刀就这个那种吗？剪刀感觉就是你一边听到张学友。一边听到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广东那种剪那种牛杂。他真的很喜欢做生意。对。我们有东西在富尔家花花柜里面，我们麻烦航宇。好的，让我们打开富尔家花花柜吧。no！ 来把那最上面那个怪东西拿过来。拐蛋糕好用啊，这个完全值得拿来从事慈善公益啊！这真的很可恶哎。对，它是规定你只能切出这个形状的蛋糕吗？
是的，但是你可以稍微把它弄宽一点点，或者弄窄一点点，那就形状有一点点不同可是你用刀这样切，你就爱多大多大，就是那这个真的很方便的，不方便真的很方便的，完全不方便，而且洗起来，你看这缝很难洗到哎。而且你这个如果碰到凤梨酥怎么办？对啊，没有你没有发现平时切蛋糕的很难切吗？又用叉子，又用刀什么的，这样毫无道理。而且有些客人会要求大一点或是小一点，你这个就只能就是一那给他样。2件哦。算了啦，它就是不合理就对了。不行不行，哎，我搞不懂为什么你买的厨余机那么容易坏啊？第一个，我想要那种厨余机是它可以变肥料的，结果它只是干燥，它烘干之后呢，我就用来种菜嘛。后来种菜呢，它湿了，那老鼠就闻到，然后就翻那个泥，然后后来家里就有老鼠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我就没有要了。然后后来第二个呢，就可以变成一个沼气，是吧？哦，沼气。沼气借燃气这种，就变成可以生火啊。我以为就很环保嘛，结果老鼠又闻到，老鼠就把它咬穿，结果我的平台都是那种垃圾的味道。然后后来刚好装修，就让装修的工友都帮我把它拆，不小心一拆，砰！因为里面有沼气嘛，爆炸。就整个平台都是那种，就是腐鱼的臭气，对，腐烂的味道，真的很难闻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刚刚你看到这个呀，坏掉的那个。对啊，我从美国买回来，一买回来就坏了。还没用吗？还没用啊，一开箱就坏了。要环保就这么难吗？所以你这么在乎厨余机哦？我就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环保，就比如说我就不用那些保鲜纸啊，就我们家里冰箱里面都是一个盒自己带的。然后那个冰淇淋机真的是为了 party 买的吗？真的为了 party 买的啊。真的有办法成功做出来冰淇淋吗？哇，好多时候他们一来就排队了。比如说我开一个40人的 party，4个人都在排队。你开40人的 party， 不止40人 ，sorry， 有时候开80个人，他庆功宴。80人是你在张罗吗？我就是每个人要服务一下，要喝什么？喝水吗？怎么样？最近好吗？然后他就说一声，而且要洗机器是最麻烦的。谁要洗？就是他们 party 完了之后，我要晚上洗啊，然后你洗？没。我还有那个阿姨会一起帮手洗，对。我以前还有个大的3个口的，对。但现在可以要求巧克力冰淇淋或者是牛奶冰淇淋。对，还有对 twist 的都可以。那现在因为有宝宝了，就把大的那个拿走了，就放这样一个小的。然后你在 party 里面供应冰淇淋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特别开心啊，因为大人也好啊，吃冰淇淋就变小朋友了，特别心情也特别好。小朋友来到玩这个也觉得很好玩啊。是，可是你太太就会觉得很麻烦啊。就是麻烦，而且那么大一个 machine 在我的厨房里面。那真的好玩啊，好开心啊。我觉得很开心，我觉得一般。真的吗？你老婆不开心啊？你是视觉觉得不好，还是洗的时候觉得不好？视觉还有洗都很麻烦啊，而且 party 不吃冰淇淋也不会怎样啊。在家里可以吃到旅行的那种软冰淇淋，多开心啊！那我去旅行干什么呢？就家里就可以，带家里就可以了。他们终于开始吵架了耶，总算有一点夫妻的样子。亚楠的人性出来了，你有温度了，你刚刚到了60度，太棒了。Oh, excuse me。我看他们两个这个样子。这一题可能行不通吧？你觉得他太太会好好写吗？哎呦，在考试呢，在考试呢，好我觉得他写得出来。真的吗？那你跟主任聊天，我去请亚楠写啊。这样怎么可以安心聊天呢？随便聊。我们可以聊什么？所以你跟你老婆真的不吵架吗？不是不吵架，是她不懂还手。就是一开始我还是有点发脾气那种，但我发完脾气之类的，他最终就是没感觉。那你对着一个木头，你吵来干嘛？就是有时候觉得比较讨厌。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。OK， 太有趣了。OK， 你就随便聊完了吗？聊完了。打发时间而已。打发时间。你也挺舒服的。就随便聊聊。我跟你讲，我请他夫人写这个嘛，然后他夫人写了这个答案呢。
怪吧？很奇怪，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。好，怪有什么怪怪的？左安，我如果说请你太太写一个她最讨厌的你的行为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哦，起床，起床，为什么？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起床，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可能自己能醒的，但他在的时候老是就是在床上翻来翻去都不愿意起来。还有就比如说他准时叫醒我了，比如说5分钟，5分钟之后再叫就5分钟，就叫了可能1个小时。那你这样工作不就会迟到吗？他就会早一点叫我，对，好辛苦，每天从凌晨3点开始叫，就叫到7有时候凌晨点钟。4点5点啊，他都挺惨的啊。左安不是起床，再来一个。不是起床，对，还有啊，还有更严重的。，对，还有一个，我有点吓到。打宝宝，打宝宝，你打宝宝，你小孩不是才10个月吗？你打他干嘛？没有终于有没有，因为你报警。没有，这可以。因为我最近有一期是，我希望多跟宝宝在一起，然后他睡在我们中间，然后我发现我梦中不小心打他了一下，赏了他巴掌。赏了他一巴，对然后他哭了我就稍微听见然后他又没哭了，然后睡了。哦，这不值得讨，这不小心的、啊，他不会，你太太不会为这个讨厌。更严重一点。更严重一点了，哇，你真的不知道？我每天都好晚睡，或者是不跟他一起睡。你答对了耶。真的吗？你讨厌这个吗？他很讨厌这件事。他说他不高兴你晚上回来的时候跑去睡客房，哦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因为他很容易醒。客房里是谁？客房里客人了，他是不容易睡着的那种人。 OK，我轻轻把门一打开，他就会醒的那种，就是有一点点光，他就会醒的那种。许熙娣，我们问这么黑暗的问题，他们给我晒恩爱耶。对呀、想写出这么甜蜜的答案这一题来，失败了。真是超失败的。怎么那么厉害啊？让他们写讨厌的事情，写出这么甜蜜的回答可。是他刚刚有讲说他们会吵架啊。所以有没有哪一次先生骂你，真的把你骂到很气，然后你想要骂回去，可是真的没办法？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哭，其实他没有错，他就是说的东西都很有道理，但是我就觉得要哭。就比如说，我很有道理，你太有道理了。你掉到零下10度了，没有，比如说就把太太骂哭，这很可怕哎。就比如说我不小心把他的侄女摔到地上了，然后那有没有道理？你说有没有道理？你们家是一个对婴儿安全的地方吗？你们的孩子要不要先不要来我们放到来啊？不要来我们家，不要来我们家，有宝宝了别来我们家。然后我就是不小心嘛，但是他就是各种，你为什么刚才有这样子？因为你不知道责任有多大。对，因为自己孩子就自己心疼，那是人家的孩子，是我弟弟的孩子，那就少看1秒我都觉得压力很大。可是你骂到有多狠？不是狠不狠，是当时候不止他一个，我妈在，妈妈也一起骂他。他妈妈没有一起骂，但是可能就是那种环境，在其他人面前这样骂他，就可能有点不好。但是那个时候一看见宝宝一直在哭，你情绪就来了。对，那个小孩后来有再来你们家吗？也经常来啊。他现在能保护其他宝宝了。这样很强壮。没有记恨这件事情。好，刚才看了影片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是替夫人发泄了一些她的抱怨，希望温度应该可以上升一些。看看现在温度到了几度呢？75，上升了一点，上升快40度。所以刚才是有什么温暖的地方吗？我觉得是让太太讲出她心里的一种抒发。我觉得抒发在婚姻里面很重要。对。而且我还蛮佩服丈夫回去一直认真的询问太太说今天的感受是什么。这一点真的蛮贴心的。所以你收工虽然很累，都没有力气卸妆，你还是会想办法跟太太聊一下天。尽量也会问，这样子才可以保鲜。对。请问今天他说了
不喜欢你去睡客房之后，你会接下来都睡他旁边吗？还是有点纠结，因为我真的很怕吵醒他。他就愿意你吵醒他呀。好了，想想吧，想想吧，还是想想啊吵醒他吧。对啊，他是甘愿被你吵醒啊。那吵醒他吧。喂，我回来了。也不用那么大声吧。哎呀，好，这对夫妻今天非常大方的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，容许我们去拍他们的私人空间跟私人物品之外，祖蓝兄呢非常大方的要求 S 跟我要多问犀利的问题。他们说他们作为被人膜拜的完美夫妻是没有办法被攻破的，就是我们绝对找不到漏洞。太完美了。对，太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。我希望你今天能够笑到最后。好，如果他们这么完美的话，我们的温度计就没有发挥的余地，100度就涨不上去了。对对对，这里都不够。不够，我们打可以一直上我们打用可以一直上画的好了。啊，你们是整集都会这样手握着手是吗？啊，要继续演吗？不用啊，可以放松，可以放松一下。需要放手吗？哦，是给了钱的。那他们作为这个膜拜夫妻，我不知道是一开始就，难道结婚前就有人知道我们两个结婚会100分吗？不可能，所以他们两个是你们是不是一直到各个节目去表现出你们有多恩爱？不是我们表现，是大家觉得。你们如果没有做出什么事，别人怎么会觉得？那肯定第一个就是，很多人都说就是身高嘛，就怎么可能他会选我呀，我又能追他呀这种。哦，外形对，这方面还有就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只是一个儿童节目主持，10几年前一个收费电视台啊，就全香港只有几十户。就是很小咖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大家有感觉，大家就真想不到。你是一个对别人的儿童有耐心的人吗？我对儿童特别有耐心，所以小朋友大哭在地上这样，妈，我不录，我不录。我有方法的。怎么办？不能跟他说不哭，就比如说跟他玩个游戏之类的。看我左手你就闭嘴好不好？你看我右手你就继续哭好不好？要跟他玩游戏。对对对，他就会然后慢慢你递这个手，他可能就不哭了。厉害他就会笑了。对他，反正让他知道那个不是要强迫他做这件事。所以你太太哭的时候，你也会这样吗？我太太哭，我2只手都举起来了。就没有太太有被你太太有哭过吧？有哭过。哎 ，S， 我问你，你先生会知道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吗？哦，不会，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在他面哭。子兰兄，麻烦你到我这边来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小本本借一下。子兰兄，我们有一个小本本哈，上面需要写一些答案，所以呢，你不要说出来，写出你太太上一次哭的时间，好不好？不要看她，来。哎呀，来我的妈呀！哦，OK，你那么爱他，你一定非常了解他吧？这么久，对哦。然后从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再哭过。如果不是这个的话，那就可能啊，没关系，不怎么完美紧张嘛，不要这么压力大。我们就分手吧。亚楠，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啊？很久了，应该是去年12月吧，是在坐月子的时候。是产后忧郁吗？也不是很忧郁了，就是偶尔有一次半次遇到了一些事件，他承诺他那一天可以来陪我，但是说，哎呀不好意思，我要去庆功宴，不能来了。去庆功宴，老婆生完孩子，你还有心去庆功宴？那个你不是膜拜夫妻吗？那个我是男主角啊，你不去也不好啊。那个你也是男主角吧？不然你那是男配角吗？她才是你人生中的女主角 ，OK？没有，但是不是这样的，你要听我说，因为本来你知道生完小孩的女人会有多脆弱？我知道，是的但是真的所有人，我们做那个舞台剧已经做了好久。那天我做一个男主角，还有投资人等等，不去好像有点不怎么好。好，对不起，我要问一下亚楠哈，亚楠，你觉得他写对了吗？我觉得他应该了解我，我觉得他写对了。我
我觉得他应该写不对。竟然真的写对了，真的很厉害耶！哦，这一题我失败了，那你先回去做，然后亚楠可以麻烦你过来吗？有考试啊，吓死我呀！到你了，好紧张啊！哎呀，加油加油！你们既然令人膜拜，应该可以过关吧？你们已经有破绽了，刚刚那个太过分了。我好期待破绽啊！亚楠，我认为成熟的夫妻一定都容许对方有一些想象的空间，当然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请亚楠写下来，就是你其实知道祖蓝很喜欢那个女明星，可是你不说破，让她保有这个想象的空间。你写下来这个人是谁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道题挺好的，我也想一想。只有这个吗？啊，只有这个吗？不可能还。有没有别的？那可以写好莱坞的吗？可以啊，你写好莱坞的，我看看他的品味是哪一种。哦哦哦，好好好，哦，祖蓝好难。他写了2个名字，所以好莱坞那个你应该讲得出来是哪个吧？啊，妮塔妮伯曼 （Natalie Portman），啊，那还有一个中文名字，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嗯，我没料到你会喜欢他。对，啊，中文名字王祖贤。所以你爱过王祖贤是不是？哦，小时候，可是不是王祖贤，是现在你还喜欢另外一个女明星。现在的对对，还是很喜欢的。对，而且真的很漂亮。舒淇吗？哦哦，我帮你补上哈。你喜欢舒淇呀？OK，对不起，他写的不是舒淇，麻烦你再给一个名字好不好？对，那你写的不是舒淇，哎呀，是另外一个3个字的。 3个字的，现在也很活跃吗？超活跃的而且你跟他好像有合作。蔡少芬，蔡少芬 ，OK。 OK， 人家已经结婚了。没有，他刚才跟我说有合作过，有合作过。原来是这样，王祖蓝。我只是随便说有合作过。祖蓝为什么擦口水啊？还流口水了呢。我喷口水了，不是擦口水了。单身，而且还蛮年轻的美女，跟你合作过。Masa， 再写上去吧，写上去，谢谢写。又不是吧？你喜欢的类型还蛮多的呀，有可爱的，没有，都给小 S 忽悠我了。哎呀，好了，谢谢你了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你 range 很宽哎。回家算账，慢慢算。没事儿没事儿。刚刚这么有把握的，然后一下冒出这么多，我都一页都写不下哎。我跟你讲，亚楠真正会介意的是舒淇。是，刚刚你说出舒淇的时候，亚楠就重复了好几遍，说原来是舒淇。哦，他重复了好多遍。对，哦，然后你讲王祖贤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放宽了一下，觉得说啊，是你年少时的幻想。然后当你讲出蔡少芬的时候呢，他心里面有感觉到一阵寒意，就是你是不是人啊？对，家人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姐姐一样的，亲姐姐没有，一样的。他跟我说这个合作过，我就突然间想几个。阿莎是怎么回事啊？阿莎是因为是刚合作过，然后刚刚有1个多月都需要跟他谈恋爱。所以我觉得这4个名字里面，太太比较介意的是舒淇。性感女太性神。感了。你有告诉过舒淇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聊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女儿长得像舒淇，也有可能，就会像她那种高一点点，然后像我嘴唇厚一点点，嘴厚一点点。然后感觉加起来就是你现在是在说舒淇长得像你吗？就是如果加上她就有可能像，单纯是我的话就不可能。所以你们刚生了一个女儿，对不对？是对，现在10个月大， 10个月。有舒淇的影子吗？她现在很喜欢玩这个，应该很多宝宝都喜欢。她本来就不像的，然后她一做这个，我就觉得像。那你就鼓励他常做啊，也许以后嘴唇就会越来越厚。我希望她别做太多，我真的不希望她像我。
真的像他好了。没有，你不是希望他有厚厚的舒淇嘴吗？我比舒淇厚啊。亚楠嫁给了初恋啊，我嫁给了初恋。他是你第一个男人，也是唯一的。小时候10几岁那个就不算了。那应该算啊。那你为什么一直说我是初恋啊？对啊，那他根本就是第二个，好不好？全国媒体都以为我是初恋。你们俩夫妻真的是很假哎！哎，全球媒体啊，好不好？那个是北美的是吧？那个是加拿大的，然后就是真的，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番薯，一个懵懵的，什么番薯懵懵的？就不知道什么是拍拖一回事儿，然后就短短的1、2个月，那就是你的初恋。那他不想承认而已。我不想承认。我没有逼你说要我成为你的初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是第二个。我现在才知道。赶快重新那个啦，写你们的资料，你不是初恋。对，上网改一改，百度。可是不是初恋比压力真的比较小吧？就是聊到男人，他只能够想得到你一个人呢。也没有，男生是这样的，不是对自己压力大不大，是对对方的感觉。对，就是你感觉啊，我是你的初恋，你挺单纯的哦。就是你刚刚那是什么表情啊？回放一下，你做了什么？请看回放。就是你感觉啊，我是你的初恋，你挺单纯的哦。徐熙娣温度掉到0度。我知道他曾经是有过很坏的一段时间的，对，之后就变得很好。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哇，好单纯的一个儿童节目小主持人，很可爱哦。你不需要加那么小这个字好不好？就是好可爱，好 cute， 然后就会很想跟他亲近那种，就他会想跟我亲近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不会觉得他会爱上我。你是不是觉得说他完全没有攻击性，就是可以跟他变成好朋友？哦，对，就是好朋友，就是因为有很多就是跟我差不多高的男生就会看着我那种眼神啊，刚刚选美出来华裔小姐，就是那种眼神。就是很想要，我知道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跟他的话就是嘿 ，What's up？ 我们去吃饭呐 ，Come on 那种。好，那个祖蓝要教我们他的一些秘诀。他说他有一个3部曲是可以教会人家怎么表达爱情的，对不对？5个语言，5个语言吗？因为我们都有上那个婚前的辅导。哦，对。OK。有没有上婚前辅导？有。所以你知道了什么？比如说，男生不希望听过程，只希望听结果；女生希望讲过程，不希望讲结果。可是这个是你配合他，因为你很可能很想讲。对啊，你会不会其实很多话想讲，然后就是为了怕他会不想听，你就只好简略。那幸好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人，就是我跟一般姐妹一起聊天的时候，就是聊到凌晨3点，然后可能就是他们每个人说2个小时，完了之后我就他只有1分钟，谢谢大家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哦，谢谢。所以你没有很强烈的要抒发的欲望，没关系，不会太强烈。但我现在最近，比如说每天晚上都跟他问一下你感受怎么样，我就不是100个事情100个都不想听，就是比如说你最不开心的是哪个，比如说你能解决那个呢，他基本上其他都 OK。刚刚听起来是说你今天只能讲一件事。你要讲哪一件？你想好以后再讲。你最好给我想清楚。没有，你想清楚，每天1件事情，1个月30件事情，你都知道，其实也不少啊，很厉害，其实也不少啊。那你每天这个问的时候，你愿意听多久？比方说他讲15分钟，会太久吗？没有，也没有多久。一般我回家都很晚了，他讲到一半，他自己都困了。那先生会跟你讲他今天工作的事情吗？他好像比较
像一个女人。他话很多是不是？，对她话很多，想说的要表达的非常多。你不准老婆讲，然后自己猛讲。那我有讲重点了。可是你重点可能很多个啊。你们应该参加那个婚姻辅导课，就有讲过要交代以前的感情历史啊什么。感情历史好像在辅导里面都不用我说，比较少说，比较少，对比较少是你们自己互相问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也会主动告诉他吧。我听起来是他们参加过婚姻辅导之后，他们真的有执行当中的事，这个很难得哎。就是我们为了这样子可以将来走更远的路嘛，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基础嘛。是。哎，祖蓝，你看到板子上写的你为李亚男写的示爱3部曲吗？哦，所以祖蓝，你一直为太太写歌是吗？是的，啊，你最近有一个新歌是为太太写的。有一个那个就是为商言写的。叫做什么？商演，我爱你吗？好浪漫哦，好浪漫、哦！爱你的方式，我觉得还蛮浪漫的。那个只是开玩笑，那个只是一首比较好玩的那种比较洗脑的歌曲，对。可以唱个1、2句吗？刷我的卡来，让我帮你剥小龙虾。你想吃的冬瓜、南瓜、西瓜，我来帮你切吧，尽管吃敞开嘴巴。所以刚刚那歌是认真把你放在心上写出来的。他也是在想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怎么样，而他有帮你灵感。剥小龙虾，他有帮我剥虾，各种虾，还有蟹。这还蛮周到的。我老公也都帮我剥。你有老公？这么多年我都不忍心告诉你，你其实没有。我还有3个女儿，我还有公婆 ，OK？ 有吗？有吗？有吧？我以为是他太太帮他剥虾了。他太太，我已经帮他做了很多事儿了。对，你帮他做了什么事？他帮我做太多了。就是你想到的都做过啊，洗碗啊，擦地板啊，煮饭啊，就是晚上很累了想洗脸也洗过。他不想动，你帮他洗脸。对，他最不喜欢就是卸妆，所以你常常帮他卸妆哦。也没有常常吧，不是就好常累好累。常就真的太累的时候，我就会帮他卸。这很有趣哎。然后如果出门的话，他的行李是他收拾的。啊，如果我在香港就是本地工作的话，那盒饭是他准备的。所以你是他的全世界吗？他也是我的全世界啊。没有啊，你世界还有王祖贤、舒淇，还有对呀，对呀。阿 sa 蔡少芬。对。其实可以再继续下去，你还可以继续写。那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。好，所以到目前为止呢，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那我们外人就没话讲了，就是人家夫妻自己开心就好了。